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于继静老师，欢迎于老师；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，欢迎严老师；情感导师莎娜老师，欢迎莎娜老师；情感导师陆琪老师，欢迎陆琪老师。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，请看。我们在一起快1年了，我是丧偶，他是离异。本来以为能搭伙过日子，但他心里总打小算盘，根本成为不了我的依靠。他总是嫌弃我胖，连他前夫的父母都那么说我。我觉得他们就是看不上我，这让我特别的难受。他经常提他前妻，还总想着让我做全职太太。我看就是想让我给他女儿当后妈。他根本不在乎我们的感情。他总觉得我表里不一，但是我挺实诚，挺在乎他的。我希望他对我别有那么的误解，好好的跟我处下去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何先生32岁，来自山东，汽配厂工人；高女士41岁，来自江苏，汽配厂工人。欢迎两位哈。你好。是一个工厂的吗？是。啊，谁追的谁？他追的我。对，我追的他，追了大概半年多的时间。现在谈了多久？现在谈了将近1年吧。好像两个人都曾经有过情感经历是吧？啊，对，我是丧偶，他是离异。啊，有孩子吗？有，我儿子今年18。你呢？我女儿今年10岁。今天来是为啥？就是处理一下感情问题嘛。处理一下感情问题，感情出了什么问题？呀，你别看他长得这样哈，特别小心眼儿啊，而且还有自己小算盘，那小算盘打得倍儿响，我都受不了有时候。哦，打过啥小算盘？怎么小心眼儿？具体给我们说说。你看啊，追我的时候哈，说的我能为你减肥，你看他这身材，他比我小9岁，而且我压根一开始我也没相中，但是他告诉我，你放心，我只能为你减肥。那我确实是为他减肥了呀。是啊，你追我的时候是220斤，追了我半年，减到200斤，就瘦了20斤。我看他也挺有诚意的哈，我就同意了，慢慢处吧。而且我俩的那个共同的爱好啊，因为他也喜欢养狗，我也喜欢养狗嘛，我也觉得挺好的，慢慢处吧。结果呢，快到1年了，1斤没减不说，胖40，这不说明他幸福吗？人家不都说男人幸福就发胖吗？他幸福什么？他就是喝凉水都能胖，而且还不听话，我让他喝可乐，非要喝可乐，背着我喝。那我就喜欢喝那个呀，我主要以前我也喝习惯了呀。然后厂子供饭，在厂子不吃啊，非得点外卖。我说咱不行，在自己家做点。人家说啥了？外卖多方便呢，在家里头吃饭，不得还得收拾屋。厂子里的饭特别难吃，而且外卖多方便，就吃完就可以扔。我告诉你，多吃点健康食品，不行就不行。那小心眼，我就喜欢吃那个，我吃习惯了，我以前就天天吃。你就别犟嘴了，听着啊。对，特别小心眼，特别小心眼。怎么小心眼啊？跟我说啥？因为我以前我不是丧偶嘛，但是我老公是包工头，一年能挣80多万呢。然后我就是全职太太啊，我在家养狗啊，收拾屋啊，这就是我的活儿。我俩在一起喝酒也唠过这事儿嘛。他跟我说的，你放心，到时候我也能让你做全职太太，给我起誓发愿呢。当时我还觉得，哎呀，这人对我挺好的哈，看我在工厂工作，怕我受累啥的哈。帅不过3秒，告诉我啥？我有一点小小的要求，行不行？我说啥要求？你说吧。我想把我姑娘接来。然后我说你怎么姑娘啊？他说啊，我离异的时候有个孩子10岁了，然后现在跟我爸妈在山东，我不想让孩子当留守儿童，我想给他到时候咱俩在一起处的时候，我给他接来。我说那也行吧，如果真要是当全职太太的话，在家待着带着孩子不也挺好的吗？然后我说那就接来吧，但是我说那咱们自己跟孩子之间得先处处嘛，对吧？结果孩子放假来了，每个礼拜6、礼拜天有时候他开车回去也带孩子回来。来了一看，我看那孩子太难管了，跟他爸一样，这一模刻出来的，也喝可乐，也吃那些垃圾食品，我一说还不听。他烦我，跟他爸那您说就是吧？大家一块出去吃个饭，那孩子就喜欢吃那些东西，还能不让他吃吗？那是我不让他吃吗？我是不是为他好？孩子现在长身体的时候，你天天上吃那些垃圾食品有什么好的？他就喜欢吃那个，而且我也喜欢吃，当然出去一块点些那个东西了。他就跟你学的，你知道吧？你要不那样的话，你得给孩子起个榜样，好榜样，你懂吗？再说了，主任您能不知道他怎么说孩子的？他就说孩子的基因有问题，就我这么胖就遗传给孩子了，就孩子以后就长得特别胖，又嫁不出去，有这么说孩子吗？你看。那我说的不对嘛？那孩子是不是跟你长得一样？
然后天天吃那些垃圾食品，而且放假了，我说的，你不能老玩手机哈，你得写写作业啊，多读读书啊，别以后像你爸似的，像我是在工厂里上班，眼睛都不抬，都不瞅你啊。那再说孩子放暑假来一趟，人本来就是玩的，是吧？你能不让人玩电子产品吗？那是不是也得适当学习？那电子产品对孩子身体好吗？那辐射那么大，那我说的不对吗？那孩子都喜欢玩那个，现在那一说不行，告诉他爸又说我说他怎么地，见到我阿姨也不叫，就挨的。然后他爸给他买那仓鼠啊、蚕什么的，他没事就放我兜里头吓唬我。那谁家小孩不是小时候不都顽皮吗？那也不能顽皮，就这样吧，说的也不听，说也不听。然后他就抻着我说孩子了，那是我说孩子的事儿吗？再说了是吧？你也有孩子，你对你孩子有耐心，你为什么对我孩子不能有耐心呢？你要是这么说，我就跟你讲，如果我要是孩子亲妈，我要这么说的，你不带说的，就后妈不好当，就在这儿呢，知道不？哎，我就插一句问啊，就是说这个孩子基因问题的时候，是当着孩子面说，还是只跟他说呢？只他说的，那我还没坏到那么程度，当着孩子面说。不是说您坏，你看心直口快，人是个好人，还没怎么地呢，就给人当起了后妈。他为啥我说他有心里小心眼儿、小心眼儿和小九九呢？啊，他就不是想找对象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他就是想给他姑娘找个不要钱的保姆。怎么观察和体会出来？就这样的，就是这样的，你知道吗？他永远是他跟我说的，他说你看，俩人在一起吧，在孩子面前吧，得一个唱黑脸，一个唱白脸。你那意思那黑脸我唱呗，你在孩子心里头树立永远的父亲伟大形象呗，然后去弥补你以前对孩子的亏欠呗。他说对，你看他就这么想的。那确实，我也感觉我以前就是吧，一直在外边工作，是吧？孩子在前妻那边。一直没法照顾孩子，我感觉我就是特别亏欠他。你知道吗，主持人，他这全职太太我也不想当，我还继续回我工厂上班，行吗？我感觉行，因为你心里就这么想的，打心里你就是想，我就想给我姑娘找个后妈，来弥补我姑娘缺少的母爱，你就是这么想的，你根本都不是想是因为想跟我处对象，喜欢我才跟我在一起的，你懂吗？我感觉你就是误会了。我误会什么？我误会就是你就是这么想的。不是，那小九九一天打个倍儿巴的，说呀。我确实挺喜欢的呀，喜欢我你就能干这事儿。手机号前段时间丢了，买个手机号花200块钱，尾数是2016，然后告诉我2016是他跟他媳妇离婚的年份，多逗！你说这人哈，人家都结婚纪念日，要么就是咱俩认识的时候当手机号当个密码啥的，你把离婚的整上去。那我感觉以前确实挺对不起前妻的，然后就是还有一些亏欠嘛，我就是所以用了这个号码。你前妻现在再婚了吗？现在已经再婚了。哎呦，遗憾了！你说你那么亏欠，你们俩复婚多好啊！他总是觉得他亏欠他前妻的，老在我面前提他前妻怎么好，他俩在一起的时候怎么地，然后他总是对不起他前妻，老是就是跟我提这个事儿。我最讨厌的就是我现在的男朋友跟我提他以前的事儿，然后没事还拿我去跟他前妻比。那我感觉你确实跟人差点事儿了。你看了，然后还跟我说啥？没事你加我前妻微信吧。我说为什么要我去加？他说因为我前妻不理我，然后让我去加他前妻微信，然后在中间当和事佬，给他俩搭话，传话。传啥话呀？转孩子照片。然后我不是怕他误会吗？我就是通过他来，就是去跟我前妻沟通。那你觉得你这样我心里就好受呗？那我要背着你不更难受吗？然后那前他跟他前妻离婚的时候吧，孩子小嘛，就得判给母亲了。判给母亲，他1个月给孩子1200块钱的抚养费，那咱都能理解，因为我也是离过婚，那个因为我有2段婚姻，我也离过婚，你知道吧？我也给过抚养费啥的，咱理解。后来就啥，他跟我说他前妻身体不好，然后家庭条件也不好，然后就寻思把孩子接过来就放在爷爷奶奶那儿了，继续给前妻打钱，然后还是通过我给前妻打钱。那人那边确实挺困难的，而且人每个月是吧，给孩子买衣服、买文具、什么学习用品。买文具、买衣服的钱是不是你的？是不是我给打的？那不是我每个月估计也给你工资吗？是啊，你给我那点钱我都贴回给你前妻了。等一下，你前妻再婚了？对。你还给你前妻打钱？对，又是前段时间嘛，就是一直在打。为啥呀？就是感觉人那边他老说他前妻家生活不好，他说咱们比他好，所以我就得帮助他。他前妻再婚也是我给搭的桥，他让我跟他前妻说的，你跟我前妻说，不行，得往前迈一步吧，一个人怪可怜的。确实，人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是吧？那你还找我干嘛呢？你直接就复婚得了呗。那我就感觉孩子是吧，有家庭缺失，外加我也感觉咱们挺聊得来。你这小算盘打的就特别响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想着孩子，想着前妻，那我是啥？
你就直接回答人家，人家是啥？女朋友。女朋友在你心里头就是这个位置，永远都是没有你姑娘重要，没有你前妻重要，干个啥都要跟前妻去比。这个不对，我前妻会怎么地；那个不对，我前妻会怎么地，是吗？确实啊。还有啥呢？我没事吧，就是喜欢那个拍个照片了，拍个视频了。你别看他长这样，那心眼小的跟针鼻似的，然后我一拍视频，一往朋友圈一发，不愿意。今天我视频我带来了，主持人你看看我这视频有啥不乐意的？他俯身翩翩。嫦娥仙子，这多年不见，我还真怪想你的呢。天蓬元帅，你的老毛病又犯了，小心我奏明玉帝，把你变得更丑。就是您看这个，这不就是看不上我吗？是吧？还把自己拍成嫦娥，不就是显得我就是猪八戒吗？你就心眼小，我是那么想的吗？是吧？而且下边还一直有发现那是天蓬元帅啊，那厉害着呢。怎么叫看不上你呢？就是猪八戒也胖嘛，我也胖嘛。嗨，这没啥呀。我根本就不是对他胖那个啥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以前我老公也胖，将近1.9米200斤那样的，但是人家胖的是挺匀称的，你知道吧？我不是说嫌他胖，关键就是他不听话这点我就受不了。以前跟我在一起可乖了，就现在。而且您不知道，就是他不仅那个发朋友圈男工友评论，而且吧，人一喊他出去喝酒，他就去。你一说喝酒，我就更生气。他老说我跟男的喝酒，没女的吗？那有几个女的呀？再说了，哪回去喝酒没带你去啊？你可别提带我去了，我一去了吧，就是看着他跟人喝，人敬他就跟人喝，人不敬他的话，他还主动去跟人喝酒。那你就坐那就跟你似的，你不知道往那一坐，那脸拉的跟长白山似的，就像谁牵到八上吊似的，那谁受了？我也像你似的呗。那男的他跟你喝酒，他咋想的？我不清楚吗？我也是男的。咋想的？你说咋想？能咋想？我要有真的有想法的话，我带你去吗？那我还能开开心心的看你们喝呀？那我也像你似的往那块一坐，杵那跟木头似的，人家跟我来敬酒，我也不喝呗。那再说咱们2个人自己在家也能喝，为什么非要出去呢？我愿意啊，因为我的异性缘就是好。你当时你追我的时候你就知道呀。那问题是我追你的时候你是没有男朋友的状态，本身就大大咧咧的，你也知道。问题是我现在我是你男朋友了，你就不能这样了再。你这可好，就天天就说我在外面又有人了，又这那的。听懂了？你咋不往你自己身上找原因呢？我感觉我没原因啊，你就是出去喝酒，爱拍那个，爱发朋友圈。就是一堆男的招蜂引蝶，再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你怎么这么开放呢？说什么呢？这嘴上没个把门的，多大岁数啊？人40出头，怎么了？人家追求美，拍点这个视频怎么了？什么就招蜂引蝶啊？人家出去喝酒，带着你一起去，你尊重点行不行啊？我就感觉就是挺过分，难以接受。那你就走啊！你追人家，你就觉得人家不好，你走啊！当时不是感觉挺好的吗？就现在觉得不好了是吧？要分手了是吧？也不是不好，就是感觉现在吧，就是有男朋友就应该跟那些人保持一定的距离。这男朋友没有吸引力啊！这男朋友天天算计我呀！我感觉也没有算计吧，还没算计呢，就是不都是一些生活当中的琐事吗？是琐事是吧？对，那是琐事吗？我以前老公就是因为他是独生子嘛。然后那个他是心脏病死的，他也就是跟他一样不注重饮食啥的，但是那天我就没管住他喝酒嘛，然后我就心里就一直挺难受的，你知道吧？然后那个我公公婆婆就这么一个儿子，然后死了以后，反正就是到现在反正也是放不下嘛，然后没事吧，我就老去公公婆婆那块看看他去，因为老两口就剩没有人了嘛。我老公死的时候给我留了100万加一栋楼，我就一分钱我也没要，楼我也没要，我就都给公公婆婆了。然后我跟公公婆婆说，我说，毕竟当一回公公婆婆，我说咱俩就我当你当干妈，那我当个姑娘，我说以后我伺候你。然后后来不认识他了以后，我说也让我公公婆婆就是帮我把关，我带他去了。我自己去的时候哈，公公婆婆就给我做2个菜，就是真把我当女儿似的。带他去了，人公婆拿他当山东切，你懂吗？一整就是排骨、鱼，就是好菜、好喝、好吃的。开始吧都挺好的，后来不拿自己当外人了，只要菜一上来，只要他喜欢吃的，就盯着那块，头也不抬，就这样。然后我婆婆就关心他嘛，就说，因为他儿子也是身体心脏病死的，然后我婆婆就关心他说。你看你这么吃法，而且你看你这个体型哈，
咱别有啥脂肪肝啥的，那没事咱去看看做个体检，心里也有个底儿是吧？不愿意了，跟我婆吵吵。我感觉他们就是看不上我，是吧？总觉得我是吧不如他前夫。再说了，是吧？你净身出户了已经，是吧？就是把钱把房子就全给他公公婆婆了，是吧？还每个月呀节假日了还去看他公公婆婆，有的时候吧，是吧？还让我跟他一块儿去。我既然已经认妈和爸了，我是不是就得去看，就得去管？我带你去了，我是不是也是想让他们承认你？我感觉你就是忘不掉你前夫，他有的时候吧回那个前夫家，还经常去以前住的那房间，还经常在那待一会儿。我感觉就是感觉我看不上我，就我感觉我不如他前夫，就看不上你，确实是应该的。然后老说我，就是你要讲完这件事儿之后，我觉得你怎么会看上他呢？我就特别好奇了。因为当时他也喜欢养狗，我也喜欢养狗嘛。就喜欢养狗的人多了。因为我感觉喜欢小动物的人都有爱心。因为他一开始讲的时候，我是认为说他被他那个所谓的全职太太给吸引了，给迷惑了。后来他讲到这一层的时候，我就突然发现，其实他有他自己的想法，他有他自己原则。你看，前夫留下的房子我不要，钱不要，都留给前公婆，我还认人家做干爸干妈，就是还挺重情重义又挺独立的，所以你还真配不上他，你还真别说。那我感觉就是我净身出户是因为是吧？我对不起我前妻，我确实对人不好。对你没错。那他净身出户是因为什么呢？人家什么叫净身出户？我感觉他就是可能就是以前有对不起他前夫的地方，要不然他不能这样。我要是有的话，我也不会像你天天前妻挂嘴边。我什么时候在你面前提过我前夫怎么地？你不要跟他解释，他配不上你。就是两件事情放在一起一比，你真的配不上人家。你真这么想啊？我确实这么想的。哇，你好，行吧，哎呀，你公婆应该没看上他吧？前公婆啊，老人的这个眼光还是要相信的。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了，这就是问题是吧？还想跟他处吗？人家要跟你分手，你同意吗？不同意啊，我感觉我们还有相处的空间。对，所以开始耍赖是吧？没耍赖，就是再挽回一下嘛。挽回就这样肆无忌惮的说他吗？这就是你的挽回吗？其实你应该找一个更好的，你知道吧？人家好像配不上你是吧？你真觉得你都是对的吗？我感觉我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好，行了，事儿其实已经非常明了了。当初到底为什么看上他？因为感觉他心好，而且他挺听话的。我这人就比较强势嘛，我就想找个听话的。现在不行了，所以到时候我就不那么回事儿啊。所以他的真面目现在你其实看清楚了，对吧？行。而且孩子也不同意。一开始我儿子在上海上大学嘛，然后放假啥的都会回来看我。现在知道我跟他处了，就几乎也不来了。为啥？我儿子说的，妈，你这找了个啥？然后我闺蜜都说，人家都是老牛吃嫩草，你这啥？你想吃多肉啊？都是就是那种讽刺的就说我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跟人家说，我说因为人挺好的嘛，然后脾气也啥的都也挺听话，但是现在不是那样子。所以其实你跟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图他对你好，对吧？然后图他听话啊，而且他是我组长嘛。哎，其实按理说你完全可以不用这么工作嘛，前夫去世了留下那些东西吃租什么不就可以了吗？为什么都给公婆婆了？为什么我什么也没要？为什么都留给他们了呢？因为前夫也有个姑娘嘛，有孩子。哦，再婚重组的家庭。对，还挺重情义的。行，理解了。女生现在确实不想交往了。对，分不掉吗？哎呀，其实怎么说呢，想想这一年也有放不下的。他这人对我确实不错，除了就是这个小算盘打得太尖了，我就受不了。哎呀，所以任何一段分不开的感情背后都有一些好在里面，但是那个东西到底是真好还是假好，到底是什么？老师们帮着看看吧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高女士呢，的确是重感情，在这一段感情当中也一样重感情，所以前夫用那一个方式离开了你的生活，但这个呢，他在某种角度讲，我看到的他像是一个孩子，一开始特别听话，但是后来发现这孩子他不怎么听话，但是孩子呢没有太多的心机，说话虽然有时候不伦不类的，然后耍点小性格呀，有点小心眼啊，但是这个人呢不是故意的坑你，所以对你来讲也算是有一定的安全感。
只是说呢，他不太会处理事情，给你制造了很多的麻烦。而你呢，也大大咧咧的，可能很多事情呢，细节上呢也没有那么去在意。所以一个不会处理问题，另外一个呢也没有去预防问题。但是这个问题它始终会出来。比如说刚才就面对他家女儿那个事儿，那肯定是有问题的。这个爹哪能这么纵容呢？连个阿姨都不叫，是吧？还做恶作剧，还美其名曰这么大的孩子，谁家不都这样？我觉得这个女朋友对孩子的管束，至少我觉得在健康上，真的像一个亲妈一样，尽可能的照顾孩子的这个健康。而你恰恰都是纵容他喜欢吃就吃，喜欢喝就喝，啊，开心就好，所谓的算是一个弥补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孩子长成你这样身体，然后各种的这种难受啊、生病呀，你不往远处考虑，这就是你的问题。你只考虑当下，当时喝了没问题，但后边会惹问题。当时做恶剧没问题，但是最后呢，你发现不仅仅对后妈不尊重，到最后可能对所有人都不尊重，这孩子被你养废了。这一个唱白脸，唱黑脸，那如果那么唱的话，你唱黑脸也不能让他唱黑脸啊。本来后妈就难当，还唱黑脸，孩子小是恶作剧，再大一点那可能跟你女朋友干上了，还能过吗？过不了了。所以我其实不是特别看好，不要把所谓的这种依赖式的关系当成爱情，我认为目前来讲不是爱情了，所以我建议就放弃吧。这两个人，一个是长不大的孩子，一个是母爱泛滥。你们想想，他所有的言行，他无论是当初追你也好，他对自己的身材不管理，他对饮食不自律，他甚至对自己的女儿都不加以正向的教育，因为他就是一个任性的孩子。小孩才是这种行为习惯呀，对吧？我要喝这个碳酸高热量的饮料，我爽了我喝呗，这食物不健康，我图一时嘴快，我得把它吃了。孩子的行为啊，我想念前妻，我觉得对不起他，我手机号就得是我们离婚纪念的那一年，我管别人怎么想呢？我任性。一个孩子怎么能谈恋爱呢？一个孩子怎么去承担抚养另外一个孩子的责任呢？所以他也很聪明嘛，他找一个成熟的母爱泛滥的女性来照顾我还有我的孩子，我多省心啊，还得要求你跟他前妻沟通，这不是明摆了欺负人吗？自己前妻有什么亏欠自己处理，你让现任女朋友去当你们沟通的桥梁啊，那妈都做不了这事儿，你还真是挺聪明的，找了一个跟妈一样的女朋友。所以男士，你如果不能够自己成为一个成熟的男性，孩子你也别接到身边，跟着你还不如跟着你父母。你呢也不适合找一个女朋友，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有责任陪着你一起成长，还要去负担你孩子的成长。所以你拜托快点长大，你边界很差，后妈该说的不该说的你都说，该负的不该负的责任你都负，你对所有人都是母爱的付出，你没有一个正当的要求我们互相情感流动的原则，你也是有需求的呀。所以我建议你离开他，收母爱，去好好的做自己的工作，把自己的人生规划一下。我接下来我住在哪里，我的钱怎么分配，我怎么孝顺我的前公婆，我怎么和我的孩子把关系搞得更好，而不是我交个男朋友他不来看我了。做一个完全独立的女性，不是说我们一味付出，而是学会有取有舍，有勇有谋，该负的责任负，不该负的责任像这样的咱不负，好不好？谢谢。赶紧分手，你们不是一个层次，也不是一个境界的人。就拿这个前夫的公婆的这件事情来说，它其实是人性最善良的一面，恰恰是闪光和光辉的那个地方，会让我们所有人觉得心里很温暖，会很钦佩你，觉得你的这个做法是让我们所有人肃然起敬的。因为你的一句话是说前夫还有他的女儿，你想到他的女儿，然后还有他的爸爸妈妈，就是这是一个人性就很光辉的一面。可是这样的一面在他看来却用最黑暗的一面去揣测，这很可怕。他会觉得你是因为亏欠了什么，做了什么对不起的事儿，才会净身出户。他不把你这个行为
看作善良，他把你这个行为看作是因为做了亏心事儿，从而为了弥补自己的良心不安，所以你们压根儿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所以我说赶紧离开，赶紧离开，他给你带来的全是满满的负能量，他拿你当过来以后就是来填补他的一个窟窿，填补他的一个空缺。其实说白了，你们两个人为什么现在能在一起？我相信你压根儿没看上他，但是为什么能在一起？你们都是对方互相疗伤的工具。你也没走出来前夫离开的这个痛苦，他也没走出来离婚的这个阴影，所以你们只是相互疗伤的工具。所以不要做这种傻的事儿，浪费时间，然后把自己的人也搭进去，没有意义，把自己当成一个免费的保姆。就这样，赶紧走。对不起啊，亚伟老师，我说一点不同意见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真的有一点生气，义愤填膺。我们说不平则鸣，对吧？就他不能是孩子，孩子多天真、多可爱、多纯真，这就是一个狭隘的男人。我们不能说一个人不够好就把说哎他没有长大，他是个成年人，和孩子没关系，不是没有长大，他已经长成熟了，熟透了。遇到这样的人，你该怎么办？你当然是离开他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你适合什么样的人？你适合一个温暖的像大海一样包容你的人。所以今天我没有其他答案，你必须走。我希望你立刻转身离开，去寻找到属于你的那份爱。你是一个值得被爱的人。当有一个人看到你发的那些照片、那些视频，他觉得美好，他愿意微笑着看着那些东西，他愿意包容你的时候，那个人就对了，而不是狭隘的质疑。就这样。谢陆琪老师，你想一个女人啊，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，当她开始出来寻找，找到了一段幸福的时候，可以想象那一家人非常的善良，就是她那个再婚的先生，他突然之间就感到了人性特别美的东西。可是好奇怪哦，那个美怎么就那么短暂呢？对吧？那个是最难受的，就是我逃离了一段失败的婚姻，然后我到了一个非常温暖的地方，可是那个那么好的东西怎么那么瞬间就消失了，就没有了。那这个时候我碰到了这么一个人，为什么母爱就爆炸了？又被需要了，我的生活又被需要了，可这种需要是在挑剔和否定当中的。其实它好累的，就是你要真的稍微用心的去揣摩一下这个女性，就是我相信她在做妻子或者在做母亲的时候，应该善的那面会非常大的放射出来，包括她对待她女儿的态度，那真是很干净很纯良的一种方式。你说哪有一个经历了2次婚姻的女人就还敢那么掏心掏肺的对那么一个孩子，就她这个心里面太清澈了。后来我想一个词，什么词形容她比较好？你仗义。我就坚持我那观点，你配不上人家，一定要离开。离开的原因很简单，不合适。他年龄太大，你刚才也说了，都这年龄了嘛，对吧？人家都老了嘛，老了的人配不上，你就当配不上他，转身就走就好了。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，真情60年。就我感觉两个人，我追你挺长时间的，而且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，俩人也挺不容易的。我感觉就是还能不能继续走下去？胖子，其实怎么说呢，1年了也快，我也试着去接受，但是你真的不适合我。你尤其你这个小心眼，我确实受不了。而且其实我们再多沟通一下，其实还是有一定空间的。就像老师说的，咱俩不合适。祝你再找一个好人吧。最后问一句话，分手了在工作里不会给人穿小鞋吧？这个不会，您放心吧。行了，谢谢2位，请回请回请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来吧，预测。女士100%会走，
男士理想化一点吧，给自己点尊严，也不出来。我当然希望他们双不出，但我觉得男的可能还会出来。一样，男出女不出。来吧，看看人家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挺好的，反正就祝他们在各自的生活道路上找到跟自己合适的人，懂得欣赏他们的人，祝他们幸福吧。来，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，他越来越不在意我的感受，总是说一些伤人的话。他总是说我变了，说我不爱他了，处处看不惯我。我真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。我真的很喜欢他，但是他却一直在伤我的心。这段感情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。我认为我们两个之间没有什么大问题，这些都是可以磨合的。我希望我们还可以继续走下去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小贾22岁，来自天津，学生；小董21岁，来自天津，学生。欢迎两位哈，不是同学对吧？不是同学。在哪儿认识的？我们在酒吧认识的，然后那天是我跟哥们儿一块去喝酒啊，他正好在邻座，我觉得她非常漂亮，我就去要了她的微信。后来我就加上她的微信之后，我们也聊了1周多，我就追求她1周多嘛，之后我们就在一起了。对对，就敢给啊？因为他追我嘛，当时我朋友也在撮合我，然后就寻思我也好面子，然后我就给他了。哦，这谈了多久了？从那之后谈了1年多了。你现在出问题了？对，来吧，说问题吧。这次是我想来的，因为我想跟他分手。我们在一起也1年多了嘛，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人情商特别的不在线。怎么不在线呢？对，因为他就是情商低，而且还直，说话特别直。但是他对别人就不这样，他对别人就说话就情商特别的在线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合适，我就想来这次想分手。确实他说的没错，我性格确实是直直率率，就这种性格，我在外人觉得还是要保留一些好感的。但是我跟他毕竟在一起1年多了嘛，我感觉跟他就是没有那种隔阂了，我们就直直快快，我觉得没什么不好的。可是他觉得不好啊，他做了一些什么让你伤心了，姑娘？对，就有一次我们约好去吃饭了，我闺蜜就给我打电话，她跟我说她失恋了，我就想着是叫她过来跟我们一起吃，然后想安慰安慰她。她可倒好，跟我闺蜜有说有笑的，就特别亲密，我就感觉我像个局外人一样。更可恶的是，她还给她夹菜，她都没有给我夹，最近这几次都没有跟我夹过。那天是这么情况，因为本来是我们2个人要约会，但她闺蜜突然给她打电话，然后就我们3个人，毕竟她闺蜜刚分完手，心情特别失落，因为毕竟也是她闺蜜嘛，我就出于好心，我就帮她安慰安慰闺蜜嘛，就把她反正最后是逗笑了。你说夹菜问题，我就觉得1年多我给你夹了多少次菜了，我就最近几次没夹菜，我觉得你应该不至于这样吧。但是我们2个是情侣，你给别的女生夹菜，那我能愿意吗？我觉得这真的没什么。如果换位思考的话，如果是他给我兄弟夹菜，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，而且我反而会觉得他变懂事了，带出去会给我正面那种的感觉。啊？主持人，他不是这样的人，他是一个特别小心眼的人。就比如说夏天的时候，我穿一些显身材的衣服，他不让我跟外人面前穿，他只让我跟他穿。我觉得每个男生都会这样吧，但是我觉得如果他真穿出去，我也不会在意，因为他穿了我也不会说什么嘛。他就是心口不一，现在这么说，他做的时候真不可能是这种说法。所以我就特别好奇啊，那你是就穿给他看呢，还是也穿出去了呢？我挺听话的。好，听从了他关于你着装的建议。还有什么事让你伤心啊？还有就有一次我们去吃火锅，他去盛蘸料的时候，他又跟服务员有说有笑的。等他回来以后呢，他还回头看人家，然后等他坐那儿，我就特别生气，我就问他好看吗？我回答是，如果你开美颜的话，一定会比她好看吗？我觉得她虽然是我女朋友，她肯定在我心里最美，但是我觉得在大家的眼里看来，那个女服务员肯定会比她好看一些的。本来我们点的鸳鸯锅，因为我不能吃辣，完全不能一点辣不能吃。后来她把鸳鸯锅换成全辣锅了，就挺辣的，我就受不了的那种。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么干。
那你生气，我比你还生气，而且到后来你吃不了辣，我不也让服务员盛了碗水，然后让你涮着吃吗？您来评评理，我本来就不能吃辣，我吃那么多辣之后，我肯定会非常难受。他最后才给我蘸碗水，然后有必要才这评理也谈不上。我这特好奇啊，你怎么走哪儿都愿意跟人搭讪呢？对吧？闺蜜算是一种搭讪嘛，服务员也算是搭讪嘛。你女朋友不愿意你从酒吧里搭讪来的吗？你怎么就那么喜欢这个呢？这是我好奇的。那个理评不评没啥好评的。我觉得可能是现在就到这个岁数了吧，爱玩吧。倒是很坦然，我就是爱玩。原来你是这样。行，这不有答案了吗，姑娘啊？还有一次，因为我们两个谈时间挺长的，然后我就觉得我们两个好长时间没有见面了，挺想他的，然后我就约好转天去吃饭。但是他晚上跟我说什么，说抢到了志愿者的活动，在学校要去当志愿者，然后加学分。他说他学分不够，然后等到第二天了，他真的去学校了嘛？然后我就太想他了，然后我就偷偷的去找他了，想给他来个惊喜。哎，那我们就知道喽，要惊吓喽！来，说惊吓，说惊吓。我就看见他给学妹在言语上特别的亲密。他在干嘛？他志愿活动到底是个啥活动啊？就是大一新生嘛，刚开学。然后就服务他们。是我们虽然是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，我觉得这很重要，但是因为当时我成绩不太理想，因为志愿者活动它是要加学分的，我觉得这是跟我毕业是有挂钩的。这2选1，后来我肯定是选择那个更重要的嘛。但是这个后来我也给他解释了，但是我觉得他特别不放心我，他还去学校来找我，我觉得这种事他不至于。他说我跟学妹们有说有笑的那样。我觉得他们新来的嘛，肯定不知道学校的事儿嘛，所以他们来问我，那我肯定是如实回答呀。更可恶的是，他还叫我跟他一块儿给他学妹搬行李，而且还不止一个，这怎么解释？我觉得我不能因为他找我而那个志愿者工作就停。他在我学校也不认识什么人，我觉得还不如把他留在我身边待着呢。但是我也没有让你搬那些东西，我就在你旁边陪着我嘛。我弱的问一句啊，因为好像我们也读过书啊。接新的工作内容里面是没有给新生拿行李的，新生自己拿。因为有些新生可能就是女生力气小嘛，他们拎不动，他们可能带了2、3个一块儿，也就拎动1个吧，剩下的可能拎不动了嘛，是吗？他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他不是的，他可以选择不搬。你们学校也是师哥要帮新来的师妹拎行李吗？不一定，这是个传统。传统就是看上了哪个学妹帮哪个学妹拿行李。我刚想说呢，我报道的时候，我的学长我们老乡带着他女朋友给我拿的行李，还去帮我铺了床铺，后来他俩就分手了。真的，但他和我没关系啊，他不是光帮我一个学妹，然后他俩分手了，真的分手了，我是无辜的，和我没有关系。我是想告诉他，这样的行为确实就是越界了呀。你看他俩也没成啊，分了。对，反正就我印象当中不会提行李的，那迎新怎么会提行李呢？行吧，关键还是带着自己的女朋友一起哈。我觉得至少他在旁边更让他放心一些嘛，我是这么想的嘛。行，明白了。然后他还是一个特别不懂事儿的人。还不懂事儿呢，你再说说。因为我这个年纪也不是很小了，我就觉得有必要让家里人知道我谈恋爱了，然后我就带他去见了我的父母。我特意嘱咐他不要带烟酒，就带点水果什么就行了。但是第2天他就拎着烟酒去的。你是听不懂我说话吗？还是说就没有听？为啥不能带烟酒啊？因为我爸爸他身体最近不是很好，然后我妈一直在监督他戒烟戒酒。然后他就是不听。但我觉得只带一些水果也特别轻，而且是第一次去他父母家那么重要的日子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如果以后他家里来人了，以备不时之需吧，我就是往这么一个方向想。然后我们在一块吃饭的时候，他还来一句什么男人不喝酒白在世上走这种话，还说什么多喝酒对身体好。我妈那时候脸色本来就不好了，你还这么说话，一点眼色都没有。酒桌上在喝酒吗？他跟你爸喝着？他跟我哥哥喝，我哥哥会喝酒，但是我爸其实他挺想喝的，就是因为他拿酒了，不听我话。因为我是这么认为，我觉得第一次去女方家里应该把自己真实一面展示出来。我觉得我直率点好，总比那些第一次去见家长那些就唯唯诺诺一句话不敢说的，我觉得那个更好一点。我就有什么说什么，而且我觉得他爸爸也很开心。我这么做也是讨好他哥吧，因为他哥可能不太看好我。您都不知道他哥这人做的挺过分的亲哥吗？
对，我是亲哥。我们每次会出去逛街，他哥会车接车送送到我面前。更过分的是，我觉得我们在前面逛街，他哥还在后面跟着。那本来我哥就比较呵护我，而且你在我家里表现的那么不着调，那他们能放心我吗？而且他送我过来跟咱们一起，他就跟个透明人一样，他又没有阻止我们什么。你们约会的时候，你哥也在一起啊？对，他不放心我。经常吗？还是偶尔？偶尔。哦，偶尔还好啊。是，你可以把你哥哥当透明人，但是我不能这样。有时候咱们吵矛盾，你哥哥会给我发微信，给我打电话，说如果你敢对我妹妹不好，我就过来找你谈谈。这种话，我觉得对我来说压力挺大的。那你不还跟我哥哥说，你不要再掺和我们两个的感情了？那本来我爸妈就对你印象不是很好，然后你还这么跟我哥哥说，我哥哥然后对你印象都不好，那你这是在挑战我的家里人，那你还想跟我在一起吗？我想，但是因为哥哥不是一次两次了，好几次了，因为我也是算是有脾气吧，也是直来直去的脾气，我就跟哥哥明说了嘛。还有我这个人就喜欢规划自己的未来，我们两个的未来我也喜欢规划。那天我就跟他这么说了，他给我来一句，我们还不一定有以后呢，走一步看一步吧，就直接泼我冷水。我当时心就已经凉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就是他说的话都是一些特别理想化的。我们现在的首要目标还是先要找好工作，谈恋爱我觉得是需要一步一步走。我说句真的不好听，没准真过几年我们没有走到那步，可能会分的。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两个不合适，他是有些东西他根本就不理解我，我感觉我们三观就不同啊。你是怎么憧憬你们俩未来的呀？就想着是大学毕业了以后可能会考研吧，然后他的话，我想的是跟我一起。你有想过考研吗？我不爱学习，可能就没有这种想法了。唉，他要给你提出分手，你会同意吗，小子？不会。为啥？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他。你喜欢他啥？我喜欢他任何一点。我不信。你喜欢他任何一点，你说他没服务员好看？当时我也解释了嘛，他是我女朋友，他在我心里肯定是最美的嘛。但是如果那是公开比的话，那肯定是人家好看嘛。还公开比是人家好看？哎呀，你还真是。你喜欢他什么呀，姑娘？他其实除了这些缺点，感觉这个人，我因为这个人谈恋爱就靠感觉，就感觉到了就行了。但是他现在就让我太失望了。不是，就对你那话说的特实在，我就靠感觉。你感觉的是什么呀？因为一开始他对我挺好的，然后对我很上心，包括吃饭的时候一直给我夹菜。但是时间长了就不是这样了，我就感觉他不爱我了。好。怎么办？听听老师们的意见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你所谓的感觉，我替你感觉一下，只不过是觉得我一开始是被追的，怎么现在在后面的交往当中，总是接二连三的有那样一个潜在的情敌在我的世界里面。然后如果这样分开的话，我心好不甘呀。我觉得我也是挺骄傲的一个人。你对他的吃醋和要想分开，在我们看来不就是一个矛盾吗？其实这一段分手对你来讲最大的障碍就在于你是又有情敌了，或者潜在的情敌，让你心不甘不平衡。那如果你能够看清楚这一点的话，就不要去计较那些东西了，自己三思这个问题。男方呢，我就这样。其实我知道自己性子直是个坏毛病，但是今天听了他说这么多，我也没想到他会对我这么评价的。所以每一段关系也得照照镜子，如果人家不高兴了，不能说我就这样。我今天到这个年龄，我还得反省反省，下一次我应该怎么办。你才20刚出头，你就开始任性了，那路越走越窄，你不思考，只是由着你的性子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自来熟，人际关系就比较打得开，这可以。但是你如果不照顾你女朋友的感受，只认着自己的性子的话，那她又是谁呢？你为你喜欢的人做了什么这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取舍了吗？你没有。对他来讲很介意，你就是因为和他搭讪，最后你们走在一块儿的。在他的心里面，他会担心说，那你一搭讪可能就把他给甩了。另外这个界限不清，他其实也无形当中伤害了一些人。这个
希望今后的日子里面说话走点心，然后才能把感情也好，生活也好，学也好做得更好，这才是成长的契机。我觉得还挺典型的哈，就是女生是有一些女孩子或者很多女孩子都会对恋爱的一个误解，她会怎么想爱呢？觉得这个男生对我很好，他追我的时候，一开始和我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要东他不西，我要星星没有月亮，什么都宠我依我，每天惦念着我，微信什么秒回，就是爱我，所以我爱上他了。这真的是一个恋爱当中的误区。首先，一个男生对一个女生在追求的时候很热烈、很甜蜜、很炙热、很好，这代表他爱你吗？只能代表当时他对你有激情、有喜欢，远远没有到爱的程度。第二，一个男人在追你的时候很喜欢你，做出了很多热烈的表现，你就因此爱上他，那是你爱了他吗？你爱的是什么？你爱的是他对你的好吗？一段恋爱能够持续下来长久，难道是靠对方对你的好吗？而不是你看中了这个人的人品，而不是经过相处，经过事情之后，你发现他身上有很多值得你爱的地方。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冷静下来。既然你也看到他一些让你不舒服的一些毛病了，你去想想，这是一场真正的爱情吗？你有爱过他吗？你有爱上他了吗？我听起来也没有太爱上。对于一个你认为他盯着女生看，然后说话不靠谱，见了长辈不知分寸的这样一个状态的男生，你还带他见你爸妈呀？咋想的，姑娘？认真的去看看眼前这个人，再确定我是不是要和他真正的恋爱，更别说带他见父母。男生，我跟你讲，我相信你是对他有喜欢的感觉的，但是恋爱真的是需要一些艺术的。你不能直不愣登说我就喜欢你，但我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。我和你坐在一起陪你的闺蜜，她失恋了，我安抚她，我应该呀。我和你走在一起，我看别的女生了，她漂亮，那我就说说呗。前提是你的女朋友是不是接受这样的方式。有些女生，个别女生觉得大大咧咧，哎，你看美女，哎，和男朋友能一起看，你女朋友是吗？不是，她就不是呀。所以当着她的面不要看别的女生啊，更不要评论别的女生好不好看啊。你说恋爱不需要我们去给自己一些约束吗？不需要让自己去做一些调整吗？那你的恋爱就离失恋差不多了。明知道他的父母是那种比较稳重的家庭，你不知深浅的还要去送烟送酒，还要当人的面说那么江湖的话，好像自己是个社会人一样，丢分。所以人家越来越不喜欢你啊。所以男生谈恋爱不能说我就是直，我们就是要为了爱去不断的让自己成长。我倒是觉得你们真的坚持不了太久了，也不用就着急着分手，但是时间慢慢的推移，也就渐行渐远了。就这样吧，谢谢。我刚才还和陆琪老师说，我说我最讨厌的就是男生说，哎呀，因为你是我女朋友，所以你在我心中是最漂亮的。就是怎么了？是女朋友就在你心中是最漂亮，不是女朋友长得有那么丑吗？你要是觉得谁好看，跟谁好去啊。我跟你说，就从几点啊，首先有一点，女生的闺蜜遇到失恋的这种情况，拜托就闺蜜之间私下进行就行，有一些考验人性的事情不要去做。第二点就是说大实话，是真的就是说我没想那么多吗？是因为你真的干脆没想他，所以你这大实话就这么脱口而出了，你压根儿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啊。那我跟别的男的聊天，然后我说，哎，这男的挺帅的，就是比你帅啊。那你开一下美颜的话，你可能才能比过他，你心里舒服吗？所以啊，刻薄嘴欠和幽默是两回事儿，口无遮拦和坦率是两回事儿，轻重不分和耿直也是两回事儿。你到底是情商低，还是没把对方放在心上？请你想一想，也请你姑娘想一想。其实没什么严重的，年轻人这个很正常。我觉得你们唯一做错的事情就是太早见父母了，他定不下来。
那没想定下来，这不谈恋爱吗？谈恋爱就谈着呗，不着急定下来。我跟你们就理清一个错误，他不是情商低了，他情商可高了。他撩你的时候情商高不高？他给你个闺蜜夹菜的时候，他情商高不高？他让那个服务员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，情商高不高？他情商可高了，他不是情商低啊。他情商啊，他不是对谁都这样，他也不是爱的一部分。情商是一种技能，它是一种工具，它是一个技能，就是他在对于他觉得重要的人的时候，他就去用一下。他今天看到小学妹，哎呀，这个小学妹真是好看啊，好可爱呀，我帮她去搬一下行李。不需要她搬，她去搬了，她情商多高啊？为什么？她使用了情商这个工具。跟你在一起之后，她当然不是不爱你，只不过呢，跟你熟了之后，她不需要再跟你使用这个东西了。或者，那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，你也没有那么重要了。你没有那么重要了，这句话我们俩说。怎么俩说？比如说你们俩结婚了，那结婚的婚姻当中也不见得就是天天用情商，对吧？这夫妻两个人有的时候也累，但是呢，可能老婆不开心了，那我用个情商啊，让你开心一下，这个也正常。所以不是时刻情商在线的情况是正常的，这是一方面。但是如果配合上他的心没有定下来，那就不正常了。就是他情商很高，但是在你身上不用了，然后呢，他现在心没有定下来，对你们无所谓忠诚度这件事儿，那也就是说，在现阶段，你并不是他的唯一，或者他没有考虑过，只和你一个人去拓展这样的关系，还是有别的可能性存在的。但我至少我认为，你们21、22岁的时候，让自己拥有其他的可能性，我认为是应该的。看看这个世界嘛，好不好？没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，就今天爱了就在一起，没有那么爱了就分开。我们再去各自找其他的人，年纪还小嘛。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穿越所有的人群，让自己达到某一个天花板，然后再来看一看身边有什么样的人是志同道合的，好吧？就这样。谢谢陆琪老师。这个你一说不重要的时候，差点给姑娘说哭了啊！今天就是以你们为题，揭示现在恋爱的真相。追逐阶段的时候，没有爱呢，只是好奇。其实你们现在正好是要进入恋爱的阶段了，彼此有很多该了解的都了解了，下面要进入真的去看这个人内心、学养、修为，看这个人的理想，看他更多的时候，有些人耐不住了，提出要分手。你看是不是这样？就是那些外化所有的东西，其实全都褪去了，就是觉得不对啊，对吧？决定你们自己最后做。其实从我看来，现在他们刚开始跨入所谓谈的门，对不对？过去都是好感，外在的，就是全是外在的好感吗？哎呦，长得好看什么的，逐渐的性格怎么样啊？你看这女生就发现这男生性格不咋地，那他还有什么优点呢？要不要再发现一下？那这时候要不要谈呢？你们自己去决定，彼此尊重，好吧？你们自己决定应该怎么走。来，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点。我还是非常喜欢你的。你说的这些问题，我觉得都是小问题，我都能改的。我不跟任何女生去搭讪了什么之类的。还有，我觉得直甩一条好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就是，确实我不知道我们未来是为什么，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，我觉得我们还是非常好的。所以说，我觉得我非常喜欢你，我就不想跟你分手嘛。但是我觉得你还是不理解我。你话那么说，但你之前也是这么说，好话都让你说尽了，但是你做了吗？你并没有。所以我真的觉得咱们两个真不合适。所以我觉得还是算了吧。怎么样？直率这件事儿怎么样？啊？他完全可以不说嘛，不出来就是了嘛。怎么样？成长吧。来，谢谢两位，请回。来吧，做一个预测吧。双不出，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你女生也终于知道这场恋爱当中，他其实这个男生他没有真正去爱，
了解了嘛，所以分开就别出来了，双不出。我也同意双不出。来，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在吗？在吗？还是那句话，希望你们轻轻松松、开开心心的去谈一场恋爱，通过恋爱了解一个人，通过恋爱去寻找那个合适陪伴你们终生的人。谢谢四位老师给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，当然更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